后人对孔子的评价，司马迁啊，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难心向往之。就司马迁对于孔子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高山仰止，等一下我们再讲高山仰止。高山仰止这个词，就是自从司马迁拿它来评价孔子之后，高山仰止就成了非常敬仰，就是高大到无以复加这种地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赞美之词。虽不能至，难心向往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办法见到他，我虽然没有办法拜在他的门下学习。司马迁他已经到西汉了，去孔子也将近500年了。我虽然不能够见到他，不能够拜在他的门下学习，但是我心向往之。很多人对于孔子都是这么一种感觉，就虽不能至，难心向往之。孟子也是的，孟子活着的时候，孔子早就死了。但是孟子非常的仰慕孔子，非常的佩服孔子，他也是虽不能至，难心向往之。这个往往是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不能见到的一个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往往是这么说的：虽不能至，难心向往之。这是司马迁对孔子的评价。杜牧是谁？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对吧？这个杜牧是唐朝最著名的诗人，就小李杜。大李杜是谁知道吗？李白杜甫。小李杜呢？李商隐的杜甫。李商隐的杜牧。杜牧对孔子怎么说呢？杜牧说：“天不生夫子于中国。”这个夫子就是指的是孔子啊。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如何？曰：不夷狄鲁也。什么叫不夷狄鲁也？就是不如夷狄也。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孔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如果没有了孔子这个人，我们连夷狄都不如。什么叫夷狄呀？夷狄就是我们周边的那些蛮族，周边的那些没有开化的少数民族。所以中华文明它始终处于文明的高峰之上，所以边上的那些人，文明没有开化的人，没有文明的那些民族，他会被称为夷狄。这个是杜牧讲的，小李杜的杜牧讲。李构是北宋非常著名的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李构怎么评价孔子呢？他说：“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须臾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知道须臾是什么意思啊？很短的时间，一刹那。他说：“夫子的道啊，夫子传给我们的这些学说也好，夫子的主张也好，不可须臾去也，一刻都离不了。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的读书人，我们一刻都离不开孔子的教导，孔子的这些学说。不闻之是无耳也，你没有听他的，你就是没有耳朵。不见之是无目也，你没有看见他，就没有眼睛。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精爽就是精神魂魄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李构啊，对于孔子也是这种高度的赞扬。历史上对于孔子高度赞扬的这种言论实在是不胜枚举。尚可以为人乎哉？就是你不闻孔子之言，不见孔子之说，你不言孔子之言，你就是尚可以为人乎哉？你还是个人吗？元武宗是元朝的3位皇帝。元武宗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元武宗应该是元朝的皇帝里面，也不能说元朝的皇帝除了元武宗都不读书，就基本上不读书。元朝蒙古人他怎么会读书呢？他的名字都是很奇怪的，叫什么什么丁，我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元武宗是元朝的皇帝里面唯一一个，大概是唯一一个哈。但如果说少了，他们也不要怪我。就是元朝的皇帝里面唯一一个读过几天儒家的经典的人。元武宗怎么说孔子呢？先孔子而圣者，就孔子之前的圣人，非孔子无以名。什么意思啊？就是孔子之前的圣人，就是比孔子年纪大的这种圣人，周公啊，什么文王啊，这都是，就是比孔子年纪大的，已经在孔子之前的那些圣人，如果没有孔子，他是无以名的，他是不会被别人发现的，他就淹没在历史的深处了。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就是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就是孔子之后的圣人。孔子之后圣人也很多啊，朱熹啊、王阳明啊，都是。就是孔子之后的圣人，如果没有孔子，他们去模仿谁呢？他们去效仿谁呢？没有可以效仿的对象。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是元武宗对孔子的评价。说明说元朝里面
也有一两个脑袋比较清醒的人，刘武中就是其中一个。然后王传山，你们知道王传山吗？你们去看看我的书房里面有个传山遗书啊，传山遗书这么厚，传山遗书。王传山是明末清初，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那一段时间里面诞生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教育家，很厉害的一个人。王传山几乎这个经典啊，所有的儒家经典他都是精通的。王传山说：“法备于三王，道助于孔子。”首先知道三王是什么王？夏商周三王。夏商周，这个是禹，这个是汤，禹汤文武就是三王。法备于三王，就是法在三王时期法律很完备了。这个法不仅仅是法律的法，它是各种各样的典章制度，叫法备。备就是完备。法在三王的时候就非常完备了。道助于孔子，助就是明白、明显的意思，就是道这个东西，我们讲过，道是什么？道无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道都是宇宙间或者是人世间的最高法则。所以说我说过，道这个词是中国文化里面最牛的一个词。中国文化，我们中国10万个汉字里面的 No.1 就是这个道字。我们所有的学习，我们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要遵循什么？遵循这个道。道就是我们要遵守的东西。这个世间啊，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什么不变？道不变。道在孔子的时候就助了，助就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明白，也非常的显要，非常的醒目。所以说，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大人物，比较流畅的这种人物，他对孔子都非常的敬仰，非常的敬佩。然后我们来讲讲高山仰止。高山仰止，谨行行止。这句话出在哪里？出在《诗经》里面。这两句出自《诗经》，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伙子，他今天要结婚，古代人要结婚啊，他就要赶着马车去接亲啊，2辆马车、4辆马车、5辆马车去接亲。他在赶着马车去接亲的路上，他看到前方有高山，他心里很高兴。高山仰止的啊，我看着高山，然后呢，谨行，谨是大路，行是路，谨行是大路，谨行行止，它大路通向远方，就高山在前面，大路在前面，就是这种很兴奋、很幸福的啊那种感觉。谨行行止，高山仰止，这是《诗经》里面。这两句出自《诗经·易子·迎亲路上，视野开阔，远处高山可望，脚下道路畅通。本来说实在是挺普通的一个词儿啊，但是在司马迁的笔下，意思完全变了。后来意思延伸，表示仰慕敬重而无以复加，就仰慕敬重到了无以复加的这种地步，叫高山仰止，谨行行止。他说高山仰止是什么呢？望之若仰高山，就我看着你啊，就跟看到一座高山一样的，仰至极也，仰到不能再仰，就是你是我见过的最高的高山。就是我仰头看，我仰头看已经没办法再仰到头了，叫高山仰止。谨行行止是什么意思呢？从之若行大道，我跟着你的走，我看着你就像灯塔一样照着我前行，行到什么程度？行至远止，就行到了无限远的地方，行到了无限遥远的未来，我一直是顺着你这个大道走。司马迁把一个高山仰止、谨行行止很普通的一个词儿，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这么一个词，高山仰止，谨行行止。然后呢，我自己啊，读《论语》啊，读这个《易经》啊，我对孔子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读《论语》，《论语》里面读到了孔子，那是人世间的孔子。读《论语》的时候，你会读到人世间的孔子。就是读《论语》的时候，你会发觉孔子就是我们邻家的一个老爷爷，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可亲。你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讲，他也什么话都会来教你。就读《论语》，你会读到一个邻家的一个长者，你会读到一个人世间的孔子，活活的就在我们的身边，他是我们邻居的一个老人家，就是读《论语》的感觉。你读《易经》的感觉，读到一个天地间的孔子，天地间就孔子是站在地上，然后他高到天上去，就是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哲人，跟老子一样的伟大哲人的孔子。当然，你读《诗经》啊，读《春秋》啊，孔子有很多，孔子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形象，你会发现孔子
还是一个很文艺的这种人，他会把《诗经》编得那么美，你知道吗？《诗经》305首《诗经》都是孔子编的，里面很多文字是孔子亲手改过的，所以孔子是一个多方面的，他代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说才有这么多人对他非常的敬仰，才有这么多人会认同说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文化的总设计师。这是高山仰止，这讲的就是孔子。